AI、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生成式 AI、AGI，这些科技热词你分得清吗？它们到底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集我们就来彻底理清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吧。说到 AI， 大家可能会想到现在很火的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但你知道吗？ AI 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956年那场非常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当时科学家们聚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机器获得像人类一样的智能。在那个连个人电脑都还没有的年代，这个想法是多么超前呢？最初的 AI 研究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的程序员们使用的是 Lisp 和 Prolog 这些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编程语言，可能新生代的许多程序员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它们。就像大哥大进化到了智能手机一样， AI 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到了80、90年代， AI 的主要形态就变成了专家系统。这些系统试图把人类专家的知识都装进电脑里。随着科学家积累了更多对于神经元的知识和理解，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专家系统的计算力有局限性，还有数字化使得数据量大量增加，以及方法论转向了新的范式，机器学习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这种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人们觉得编写规则的人类专家终将会力不从心，而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却能够在更多的数据当中持续提升，更加具有潜力。机器学习的一个主要能力是让机器去学习模式。什么是模式呢？就像是这个题目，让你根据前面的例子推出一个模式，从而预测下一个形状。一开始，如果你的数据量很少，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一旦数据多了起来，你就比较容易找到答案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机器学习是比较擅长做预测任务的。另外，它对分类任务也是非常在行，比如说，它可以按照相似度把这些图形分成不同的类，或者它也可以检测异常，比如某个形状不符合这个模式，你就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把它找出来。此外，前几期节目提到的强化学习也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很多人工智能的课程是会先学机器学习，然后深入到深度学习。比如说，像吴恩达之前就有一个演讲片段是这样的。What advice do you have for building a career in machine learning? I have to admit, I don't have an amazing answer to that, but since I get asked that so often, and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think what would be the most useful content to you, I thought I'll at least attempt an answer, even though it's maybe not a great one, right? So this is the last thing I had at the start, which is kind of personal advice. I think that I was asking myself this same question like a couple months ago, right? Which is, after you've taken a machine learning course, what's the next step for developing your machine learning career? And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he best thing would be if you attend deep learning school. So Sammy, Peter, and I got together to do this. I hope this is really part of the motivation. And then. 他前面讲的是一个笑话，但也是解释了学完机器学习之后再去学深度学习的流程。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非常相关，有些人会画这张图来表述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之间的关系。神经网络的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生物神经元的结构。生物神经元是由胞体、树突、突触还有轴突等构成。胞体是神经元的代谢中心，它的上面一般长有许多树状的突起，称为树突。它是神经元的主要接收器。胞体还延伸出了一条管状的纤维组织，称为轴突。树突是神经元的生物信号的输入端，和其他的神经元相连。轴突是神经元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到其他的神经元的树突上。这个信号的传递过程被模拟成了数字版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就会有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组成。神经网络有一些是浅层的网络结构，
而深度学习更多是高度复杂的深层网络，它一般有2个或者是2个以上的隐藏层。这些深度学习的算法在2010年代非常火，它也成为了下一代 AI 的基础。深度学习按照模型架构分，会有卷积神经网络 CNN、循环神经网络 RNN， 还有 Transformer 等等。它们当中有很多成为了现在流行的大语言模型 LLM， 或者是更为普遍的生成式 AI 的底层模型架构。Transformer 实现了 GPT， 从而诞生了很多的聊天机器人，而 CNN 可以实现 GAN， 就有了更多的图像生成的应用。Gen AI 虽然看起来很像 AGI， 但它们完全是不同的概念。Gen AI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思，表示它能够生成一段文字、生成一首歌曲、生成一个视频。而 AGI 更相对于是 ANI 说的，它表示 AI 不仅仅是一个专才，可以解决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更是一个通才，同时擅长处理多种任务。其中关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区别，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是让机器去自动识别猫和斑马。如果是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分5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收集数据，你会去收集数百或者是数千张带有标签的图片，有一些是猫，有一些是斑马。第二个步骤就是特征工程，这相当于你扮演一个侦探的角色，你告诉计算机猫和斑马的容貌区别。你可能会这么告诉计算机：请你帮我去寻找这些特征，它是否有尖耳朵，是否有明显的胡须，它的皮毛颜色是什么，它的脸的形状是什么。你手动设计了这些特征，让计算机从图像当中去提取特定的线索。第3个步骤是模型选择，这时候你会去选择一个学习算法，比如说像是决策树或者是支持向量机。这就相当于你是从不同的推理风格当中的侦探选中了其中的一位。你知道只要把线索交给他，他就会去帮你完成整个任务。接下来是第4步训练，计算机学习这些特征并学习模式。例如，如果是耳朵尖尖的，胡须清晰可见，脸圆圆的，那它就可能是一只猫。如果它有大圆耳朵、长脸，还有黑白分明的皮毛，那它更可能是一只斑马。第5步也是最后一步，测试。你展示一些新的图片，看看计算机是否能够猜对，正确率有多高。整个机器学习的过程，计算机是没有办法看到全局的，它依赖于你教它寻找的这一些特征。如果你错过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机器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局限性了。现在换深度学习的算法了，可以分为6步。第1步依然是收集数据，不过你可能要收集更多，需要数千张甚至是数百万张带标签的图像。第2步就是原始输入，你完全不需要告诉计算机要寻找什么，而是直接把原始图像丢给计算机，它就会直接去查看。第3步是构建深度的神经网络，计算机会构建一个多层的网络，就像多层的侦探一样，每一层都有特别的专长。第4步是自动的特征发现，神经网络会自动的发现特征。第1层网络可能会检测边缘啊，或者是颜色这些简单的特征。接下来的几层就会将这些边缘组合成耳朵或者是眼睛等形状。更深的层就可以识别复杂的特征，例如这组形状看起来是像猫的脸。第5步是使用反向传播进行训练，在训练过程中，神经网络会猜测标签，有的时候会猜错，它就会通过自动调整自身内部数百万个微小的连接或者是参数，来从错误当中学习。最后一步依然是一样的测试。深度神经网络看到一张新的图片，并判断它到底是斑马还是猫，通常准确率就会非常高。总的来看，人工智能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才达到今天的成就。在它的发展初期 ，AI 曾经几经沉浮，经历过追捧的热潮，也遭遇过寒冷的低谷。与今天的迅猛发展相比，
那个时期的进步显得尤为缓慢，甚至鲜为人知。转折点出现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兴起，这个使得 AI 真正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些技术彻底革新了 AI 的实现方式。传统的机器学习依赖人工的特征工程，而深度学习通过神经网络自动提取多层的特征，大幅减少了人为干预。而近年来，以 Transformer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模型的出现，更是为 AI 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重塑各个行业的格局。在你的眼里，最让你惊讶的 AI 应用是什么？未来最期待的 AI 发展方向又是什么？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